问到我，其实我真遇到过这种事。是吗？就在我第一次拍一个人生中觉得很重要的 MV 的时候，当中呢，我就发现所有人都窃窃私语，然后我觉得我是不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然后我旁边的人就有同事就过来告诉我，妈，你擦一下鼻子，擦一下鼻子，擦一下鼻子，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怎么办？其实是有啊。那怎么办？因为我鼻子里边有一个鼻环，有个穿孔，里面有个小的颜色的一个饰品在里面。你为什么要把一个饰品放在这么内部的位置呢？有范儿啊！ OK。就是所以因为你里面是通的，你是可以把它从这边捅到那边去，还可以把它保持呼吸的顺畅，是这意思吗？其实不影响呼吸，但是就还可以我经把它搁在中间。对，经刚好常因为堵上你这件事中间那个洞。所以经常因为这件事情，大家误会我是有鼻屎。那怎么办呢？特别有范儿的说，这不是鼻屎，这是鼻筋有 no fashion。fashion。对。那现在呢？现在也有啊。对，现在怎么办？不，别给特写，别给。现在是低头啊。你知道很多明星为什么照片会拍这种照片吗？就是告诉人家我鼻子里没东西。金姐会怎么办？我还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但是有个小故事跟你们分享，特别有意思。曾经有个大学的学生，这个男孩子比较邋遢，他有一天到教授家去拜访，教授夫妻是一对特别有干净，几乎有到洁癖的一对教授。这个学生呢跟教授聊天，谈他自己的论文，谈一谈他就想抠鼻屎，他的手这么抠进去了，他抠鼻屎的那个瞬间，教授和他太太顿时都不说话了，就盯他那个手指头。完，他就抠出来了以后，这时候他意识到了，教授和他太太都盯着个鼻屎，这样看，教授鼻子盯着看，最后他很尴尬的。太有范儿了。你的话这真是解得挺好。肥水不流外人。范儿太正。康永哥会怎么办？我常常挖鼻子，就如果有人愿意截图我在康熙挖鼻子，可以做成一集呢。我超不节制这件事情的，就是我还换手指，就是这样弄，然后这样弄，这样弄，就是。然后有的时候都已经察觉到镜头在拍了，就比方说别人在唱一首非常抒情的歌，然后我就在那边弄。然后我自己都已经知道说，正在感人的时刻你还挖，可是我就停不下来，我就是，对，后来我就绝望了，就算了啊。你知道最优雅的挖鼻子就在康永哥身上，他挖鼻子那种感觉跟人吃螃蟹是一样的，还要用各种工具，你知道吗？然后换个地方啊，怎么才能把沟沟里面的挑出来？范甜甜，你是怎么挖鼻屎？哎呦，怎么这么讲？我有2种方法。哎呦，真的？对，要看我对面是我喜欢的人还是不喜欢的人。哦，如果是喜欢的人的话，我会伸出我的小指，我的指甲也很长，嗯，我要遮住我的鼻子，就这样捅。一般你知道吗？坐在你对面那个人会说：“哇，他这鼻子是有多深？”如果对面是我讨厌的人的话，我庆祝右鼻孔。喷他一脸。哎呦，对啊，哎呀，好像有点出来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建议，就是我今天观察了一下，我觉得 豆这个大小颗粒啊，刚好可以用来堵上，你来个试试。你是因为刚才那个环节没讲是吧？我忘了给人家做广告了，所以只有把豆拿出来。塞鼻孔，人家会喜欢吗？哎，他们是这样的，就是只容在口，不容在手，没有人试过鼻子里会怎么样。我保证这些是真的没有塞过的，所以放2个在这儿。哦，好了，会开心了，开心了，不行。我吃了2粒，每一粒其实吃下去的时候，我又赚到了那么多钱的时候，我心里那个爽啊！完了。你呢？你怎么挖鼻屎的？如果这是一个万众瞩目的场合，对我这实在是没有办法，就真的是挖出来以后，我能想到最优雅的方式，其实就是。
落在一个优雅的人身上就结束了。哎呀，好吧，我们分享了我们自己的。我们这一集4个人都我们一会儿看谁扛不住哈。来看一看这期辩题。我是范范，32岁，女博士。从小到大，我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我一路披荆斩棘，终于实现了我成为高学历女生的梦想。然而，意外发生了，我相恋5年的男朋友向我求婚了。他希望我婚后做他的全职太太，相夫教子，贤良淑德。Honey, are you kidding me？ 我辛辛苦苦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就是希望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女性，不用靠男人过日子。即便你养得起我，我也不想窝在家里整天洗衣做饭带孩子呀，这不是浪费了我堂堂一位女博士吗 ？OK。不过回头想想，当全职太太好像也没什么不好。现在职场压力这么大，不如待在家里来得轻松自在，享受生活的乐趣，感受家庭的温暖。这不就是女人追求的终极幸福吗？我读书不也是为了幸福的生活吗？好像这也并没有浪费我的高学历 ，right？ 我是范范，32岁，女博士。我纠结，高学历女生做全职太太，到底算不算浪费呢？我们今天题目是高学历女性做全职太太是不是浪费？绝望的，说实话。当我看到对手名单的时候，绝望的，你知道吗？薇薇姐跟甜甜姐坐到一边的时候，太可怕了。不可否认，当我跟甜甜合体的时候，会对对方形成非常大的压力，难免他们会慌乱。我们要尽可能抚慰他们的心灵。我来这里只是单纯想要感受一下在鸡汤熬油的滋味。其实我并不是一个人魅力也是大，并不是一个善于灌鸡汤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一说话，总有股鸡汤味儿。我要在鸡汤界跟陈明一决高下。啊，那你是啥鸡汤？他灌装的我知道，听他家歌人，10年也不会花。我是带着剧毒的黑鸡汤。高学历女生做全职太太是不是浪费？来，全场观众，红蓝键，正方浪费，反方不浪费，请投票。5、4、3、2、1。我们看一看，今天我们坐在现场的，除了我们6位奇葩之外，还有这个来自宝岛台湾的，曲家瑞小姐、寇乃馨小姐，谢谢两位，谢谢。作为妻管嘉宾，会给我们所有的 BB King 以巨大的威胁啊。然后你们两位是自由意志选择的这个立场吗？对啊。嘉瑞和乃馨好像学历都很高哈。还不错。然后。薛老师比较高，没有差不多一样。所以嘉瑞选择的是这是一种浪费是吗？对啊。然后你觉得不是浪费？不浪费。我觉得我们可不可以先了解一下学历，因为有几位是哲学系的教授，对不对？所以1位嘛。就是对，所以就是每次都说不清楚的那位。玄毅要当到这个位置是得要有研究所学历吗？陈明也是博士啊，我也是博士啊，所以这个现场其实2位是哲学博士嘛？陈明是新闻学博士，哲学博士。对。然后有硕士吗？一堆啊。颜如晶是硕士，读着硕士，还没毕业。你在念硕士？我是法律系硕士1年级。那曲家瑞是？我是艺术硕士，但是我有升等到那个教授。对。陈明，你太太是什么学历？也是博士在读。博士。马上毕业。那她现在是全职太太吗？她是全职太太，不是，她是我领导。哎呀，我差点当了系主任，我差点当了全职公公，不，全职老公。一会儿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可以请你太太上来吗？陈明太太，你准备一下哈。那康永哥，我们基本上做完了学历调查了，那我们就可以表态了吧？立场，好不好？康永哥站在什么立场？金老师选哪边？我觉得不浪费。你觉得不算浪费？不算浪费。那我觉得算浪费啊。女神，你呢？那我觉得浪费吧。你觉得高学历女生做全职太太是一种浪费啊？我把这个题目都说完了，你变不变主意？才过1秒哎，就是想变了，怎么办？怎么办？
你这样，我让你听完了全场，然后你最后再选，是，好吧？谢谢这样你就人生就没有那么纠结了那你肯定不。浪费了。你是什么？我不浪费啊，我都模拟是脸鼻涕了，我肯定跟你一起，放心吧，对咱们是不浪费，不浪费。我们就是不浪费，我们就是浪费，来吧。好，我们看一看，浪费一方是占优势，反方谁先开始？我，加油！来，反方，行。哎呀，很久没有我第一个开始的了，有点尴尬。那高知女性，一般来说，我相信站在对方立场的话，一定会讲一件事情，就是你没有学以致用。比如说你学了这么一个高的文凭，学到了博士，你应该在你这个行业里面成为一个顶尖的人物，这样才不算是浪费。好，那么这样说起来的话，我就跟大家来讨论讨论关于浪费这件事情啊。我范甜甜是学行政管理的，我现在来做了演员，是不是浪费呢？浪费，按照对方的观点来说是浪费，是吧？康永哥 UCLA 学了这导演系毕业的，是吧？我知道你也想当导演的啊，现在当了主持人，是不是浪费呢？不浪费，但是你们认为是一种浪费。如果按照对方观点说，一个高知的女性读了这么高的学历，没有学以致用是浪费，那我们所有的人就被物化了。一个女人会被物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陈年，你应该明白是吗？什么话？被物化，就变成一个物体的物，物体的物化了我以为是像雾像雨又像风。不是，你作为一个博士生，竟然不明白物化这两个字，你是故意的。你看，这就是行政学跟新闻学博士的巨大差别。哦，在先提醒我是吗？不。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叫大材小用，你们一定会给我们提出来，是不是？高知女性，你是不是大材小用吗？做这样的一个全职太太？可是我个人认为，做全职太太是一个世界上非常难的一个职业。就好比说像我范甜甜啊，我觉得都是不太能够胜任，所以至今也嫁不出去，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很胜任这样的职位。我今天要开始撒鸡汤了，不好意思啊。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社会的一个小小的因子。好不习惯呐！来，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是社会稳定因素的一个最基本的因子，因为我们这个小小的因子才能够架构起整个社会和谐的大因子。如果家庭不是很和谐的话，整个社会怎么会和谐呢？所以我认为，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家庭当中，每个人职责都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整个家庭的总经理来说，这份职业是如此的高尚，可是你们竟然有一点点瞧不起这个职业，认为我们做全职太太是种浪费，你们认为应该吗，同志们？他实在不是一个那种一辩的选手，他是属于那种就是你要出来，我掐死你。对方是谁？田姐刚刚混淆了一件事情，是什么？浪不浪费和可不可以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依然可以做这个选择，你有权做这样的选择，我们尊重你的选择，但是你不能说它不是浪费。就好比你买了一个肉包子，你咬了一口，你觉得太难吃了，然后你要扔掉它，你有没有这个自由？你有。你可不可以这样做？可以。你有没有充分的理由做这件事情？有，因为它真的很难吃。可是你有没有浪费这个包子？老实说，有，就这么简单。所谓高学历是什么？是你学到的东西，你学历越高，学到的东西其实就越脱离日常所需。哪怕你学的是中文，好像大家都会说一样，但老实说，你读到博士的时候，你研究的就是什么甲骨文啦、古文字啦，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已经不是正常人说的话了。所以，当你学到了高学历之后，却没有在生活中应用它，老实说，你是浪费了你曾经学到的知识。拿我为例，我当初学的是葡萄牙语，可是我现在做的是银行。就是这2年来，我和葡萄牙语唯一的交集，就是那天我路过超市买了2串葡萄。我当年学的时候多辛苦，我们要练发音，我们要练绕口令。我们说的不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是吐葡萄倒吐葡萄皮，这是葡萄绕口令。我们说的是葡萄牙绕口令，我 hard to way 我 hard to hey 之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然后我太久没有练了，太苦了。对，所以知道吗？为什么我口吐白沫？是因为我们专业每个人练这个东西都练得口吐白沫。我是落下了病根。发现了吗？我浪费的是什么？我浪费的不是我的未来，我没有说银行不好，我浪费的是我过去所学到的知识，以及我在这上面花出的时间和精力。高学历女生浪费的是什么？是她曾经在这些学识上面下的苦功，就这么简单。好，谢谢。反方，谁？哇！忘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高学历的女生啊，连嫁出去都很不容易了，今天还说她浪费，非常不是人。都嫁出去了，爱怎么做怎么做嘛。那什么情境下大家会说一个高学历的女生是在浪费啊？是这样，7大姑8大姨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比如说亲家的那个他家的女儿，她考得非常好，上学啊，高学历的女生，这个时候她去做全职太太了，那其他阿姨怎么讲？哎呦，你看这考上那么好的学校，还给人家当太太，还在家擦地呢。这时候她找到了一点点平衡。这句话是这么来的。我们接受教育的过程，其实逐步的是培养我们世界观的过程，和把我们整个结构这个世界的方法在拔高的一个过程。真的无所谓你学到了什么知识，也无所谓这些知识在以后派没派上用场，派上了哪些用场，因为本质上这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培养我们这种思维方式。女性不应该因为她选择了任何事情而被贴上浪费的标签。她选择了高学历，她想怎么做就去怎么做。她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找到了她自己的快乐，没必要被对面的各位告诉大家这是一种浪费。米歇尔·奥巴马，他也是高学历，学的是法律，现在在做一些什么东西啊？在白宫的小花园里种有机蔬菜，对不对？身边很多就高学历的妈妈们，她们在家里每天下午有姐妹的下午茶。他们讨论这附近这个城市里有哪个教育机构我可以去投资。学经济的家庭妇女，她可以在家里帮助她的老公打理财务，各司其职，各有所长，不是你在外面赚钱就能够定义人家的一生。谢谢。非常好，东方，你看。其实我尝试理解一下他想告诉大家什么东西，就是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因此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按照这个定义走下去，人生没有浪费。我把肉包子丢给狗，这是我的选择，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今天我把钱给烧掉，这是我的选择，因为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到最后，人生有什么东西是浪费的？每一个东西，我们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自己的选择，所以你们的世界里面没有浪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宁芳告诉我方说这是自己的选择，你不要苛责我，那是因为宁芳有一个误区，你以为你读了高学历回去养孩子，做一个全职太太或者全职公公，是浪费了你自己的时间、你自己的精力，还有你自己的金钱吗？不是，你还浪费了一种东西，叫做别人的机会。什么意思？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面，高等教育都是相当稀缺以及有限的资源，甚至学历往越上面攀到硕士、攀到博士，那个资源就越稀缺。所以有一些人，他们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了，成为所谓的高学历女生或者高学历男生，自然也会有一些人被淘汰，成为所谓的落榜考生。这样的人少吗？不少。每年有多少个人高考落榜？这样的人少吗？不少。有多少个人？仅仅有多少个人读上硕士跟博士？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思考一件事情：当初我把机会被你抢走的时候，坦白说，我只能够认，因为你比我优秀。国家把钱投在教育资源里面，是希望更优秀的人为国家贡献。结果你读了高学历，你只想贡献你自己的家里。亲爱的，你只想贡献你的家里，可是我想贡献国家，我想贡献社会，为什么你不一开始把这个机会让给我嘞？你把它用了，结果你跑过去奶孩子，请问一下，你难道就不能够说你一生浪费吗，姐姐？所以这件事情就好像什么事情？笑什么？这件事情就好像什么事情？你还是叫阿姨比较那什么一些。这件事情就好像什么事情？就是你去上厕所，你比我先冲进厕所，我认了，我不抱怨你，因为你之所以比我先冲进去，代表说你比我更需要拉嘛。可是请问一下，当你站在茅坑，结果你奶孩子的时候，你认为站在茅坑外面的我该怎么想？你慢着，你这个情境太错了。什么站在茅坑奶孩子？你在别的地方奶不好吗？他的论点其实很有道理啦，只是不用去茅坑了啊。
所以你占了一个位置，你没有做该做的事情，那么你牺牲了别人贡献的机会，同时你也牺牲了别人必要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不是站在世界中心呼唤爱，我们是站在茅坑外面呼唤你让，就这样。哎，最后这句话漂亮。来，反方马薇薇，哎来吧。按照永开的理论，我们都在茅坑外面拿着上学的号码牌。翻来覆去讲的是杀鸡焉用牛刀啊，大材小用啊。你们物化了2样东西，就是把2样东西看成了工具。第一个叫做知识，很多人说啊，知识竟然不是工具，我接受不了啊，我的内心是抗拒的。啊，知识真的不是工具，它不是用来我们挖金矿的锄头。一个人之所以要接受教育，它的本质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素质，它未必要来当成自己谋生的手段，明白吗？当你物化了知识之后，你会倒退到学成文武育或与帝王家的封建时代，什么专业赚钱，你就会去学什么专业，什么专业能够把你学到的大学4年的学费最快赚回来，你就去学怎么专业，最后就会完全扭曲掉我们读书本质的目的和我们为人的兴趣，这就是物化知识的坏处。第一点。第二点，你们物化了什么？物化了女性。什么意思？就是女人，你既然选择了全职太太这份工作，而这份工作又不需要你有高学历的时候，拜托，你作为一只安分守己的鸡，就不要想到外面的世界看看，老实给老子在家下蛋。明白了吗？你认为的是什么？是任何做全职太太的人都不配求知啊，所以你物化了全职太太这份职业。2点反驳。我真正要讲的是什么？今天我们看上去讨论的是一个很小的话题，但实际上讲的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行业贵贱。坦白讲，就算我们怎么样呼唤行业平等，在我们的潜意识认知里面，行业就是分贵贱的。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是，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做到行业无贵贱？这个方式就叫做贵人操贱业，从而使贱业不贱，推动整个行业的进步。什么意思？在遥远的中世纪，我说的不是贱业了，我说的简直就是邪恶的事业。什么是邪恶的事业？我跟你讲啊，炼金是邪恶的事业。为什么说炼金是邪恶？只有巫师才干。你们如果不懂巫师的话，看一下《蓝精灵》里面的格格巫，懂了吧？好，那个时候一个真正意义的贵人叫罗吉尔培根，他是那个时代的贵人。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修道士。哎呀，组织培养他呀，教会栽培他呀，稀缺的社会资源都给了他呀。而这个不务正业的修道士，他可干了啥呀？他去玩炼金术了呀。这不仅是操贱业，还是操邪业，邪恶的邪。结果他玩炼金术玩成了什么？现代化学的开山怪，明白了吗？没有贵人操剑业，炼金术这个剑业根本不会形成现在的贵业，也就是化学。后来就有一个更怪的培根，这几个你们比较熟了，这个叫弗朗西斯培根。他是什么呢？他是个真正意义的贵族啊，首席长喜大臣，相当于现在的首相啊，那真是狂拽炫酷，哪儿都炸天的，比我们周邦威可有范儿多了。好，这个贵族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他蹲在雪地里观察一只鸡的死亡过程。为什么？因为他自幼热爱科学，他认为实验这件事儿，他要看到一只鸡整个腐烂的过程，才能研究细菌，才能研究生物。
而就是由于这样一个贵族操了一个当时奴隶都不爱干的贱业，带动了整个近代史上的科学发展。在他之后，英国、法国、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都开始有贵族开始干工匠的活，于是欧洲最先出现了科学。回到我们今天这个命题，在现代的家庭分工中，有没有可能有一种职业，请注意不是身份，就叫做太太，而高知女性投身到这个职业里面去，有没有可能带动家政学的发展？有没有可能带动夫妻关系学的发展？有没有可能带动伦理学的发展？有没有可能带动男女情感学的发展？贵人操建业，高知做太太，从来不浪费。奇怪的一个角度，从山这边杀过来的，很奇怪。两个培根看死一只鸡的故事，很有意思，听的真是百感交集。两个物化，两个培根，最后是一个太太大师的未来行业的前景之路，对吧？从最后一个开始啊，太太大师这个职业，家政学的发展，夫妻关系学的发展，家庭理财学的发展，中国自古有之。推荐大家看一部电视剧叫《甄嬛传》，皇后就是干这个事儿的，那就是全职太太。中国有了几千年，怎么现在没了呢？怎么就没了呢？因为女人读书了呀，同志们。中国古时候女人不读书，当全职太太讨好男人，那就是一个女人的未来。现在女人有了高学历，还回去当全职太太。我刚才听了，我也讲了那么多，他从化学说到修道士，从两个培根讲起，他通篇第一没有说今天的高学历，第二没有提浪费。薇薇姐讲得好，全离题了。薇薇姐说的那个观点叫推荐，懂的都叫离题。你看，推荐今天的女性是全职太太，因为这里没准开辟一个新行业。我们今天从来不是谈要不要让一个女生去当全职太太，因为这件事我们谁说了都不算。有的女性她希望创造事业，有的女性幸福就在家庭，你自己选。我们绝不加任何道德枷锁。我们要讲的一件事情是个事实判断，我们实在一点，就是这件事情到底浪没浪费？浪不浪费的标准非常简单，第一，有了用不用。你有一个东西，你不用，这个东西对你来讲浪费，就这么简单。而站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讲，投入了有没有回报？如果我投入了很多没回报，这个就叫浪费。作为一个在高校工作的老师，我查了一小组数据，这能够刷新大家对高学历所有的高学历者，也许不仅仅是高学历女性的一点认识，就是我们那个博士学位，很多时候看起来像是自己学来的，硕士学位像自己学来的，我们总是忘了背后有谁投入了多少。今天在中国，博士生说实话，只要你是认认真真、正正式式考进去，不是破格录取，一般是不用交学费的，因为博士有助学金，1个月2000块。好，有的学校1800，有的学校1500，每年的助学金加起来是超过你的学费的，所以你交的学费就返回来了。博士是基本上不要钱的，博士读下来是不要钱的。你不是以为真不要钱？中国的高等教育资源那么集中，大师就那么几个，那些专业背后有多少的投入？同济大学土木工程有一个实验室买了一个振动台，叫多功能振动台。多功能振动台的价格人民币1.5亿元人民币，国家投的。而在上面天天使用的那些博士们，没花钱，因为学费都还回去了，还奖学金。一个风洞设备改造了一下，1800万人民币。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每年的研究经费13亿美元。中科院高等物理研究所已经有一个计划，建一个高能的粒子对撞机，直径52公里，30亿美元的投入。这么多全世界最顶级的设备是谁在用？就是这些导师们的硕士和博士在用，他们每天在上面研究着那些水利水电的、那些高能物理的、那些量子力学的。好，研究完了，国家投了那么多钱，我们初衷还是希望你报效一下国家嘛。但是这是个自由的时代，你毕业完了，你要非要回去想带孩子，那你就去嘛，导师也不能强留你。我只请你认一句，这真的是有一点浪费，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国家砸了那么多钱在上面，你去就去，你去的时候还说我去了啊，我没浪费。导师，我告诉你，我没浪费。这还是理科、工科，你考虑过人文社科没有？那些国学大师，北大、人大只有几个，每年就能那2到3个博士生名额，把那些博士全带出来了，带出来辛辛苦苦带出来，博士毕业了，等着你著书立作，你就算了，回去奶孩子了。然后跟大师说，大师，我走了，我当全职太太了，我没浪费啊，你抽他呢。
你考虑过大师的感受吗？大师一口老血吐在那儿了，我还有几年呢，我就带出了这么几个博士。你带孩子就带孩子，我也不拦你，非要说没浪费，有点说不过去，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只是个事实判断，我们不是个价值判断。我们不是说今天高学历你要当全职太太，你去，因为那是你的人生选择，你要选择在学术的巅峰去开创，你选择，别说没浪费。谢谢。陈老师，假设我读了您的博士，你觉得我毕业之后干多少钱的工作能赔得起国家对我几个亿的栽培呀？说得好。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说实话，国家投入这笔的时候是希望你既然已经读到了这儿，就能在这条路上继续深造下去。当然，你要不深造，那你去也没关系。那意思就是我用了那个特别贵的设备，假设我以后万一不干这行，行，那我就是一定是浪费，对吧？这个毫无疑问了。那你们提出的价值倡导叫做不准转行，是吧？没有，我们没有价值倡导。你看，你又说我们有价值倡导。我刚才最后说了那么多。OK， 我第一个问题问完了。我举个例子啊，我有点。不，人家问第二个嘛。马薇薇同学，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啊，默默，你觉得在刚才他们发生的那一段，是不是就是学生跟老师之间会有？让我吃2个豆儿，这个好，第二个问题也特别简单哈。你说就是因为现代进步了，女性有工作了，所以就不爱在家待着了，是吧？不，我是说女性拥有更多选择的自由。啊，我知道。那么你要知道，就是北欧哈，美国哈，他们在理论上是比咱们正常的聊天吗？你能不能喝一杯雅哈咖啡？我有点不适应。之前有人说我奇袭太凶。哦，没事儿，在我这儿。卖萌其实是我10年前的惯用计了。对女人，我更怕温柔。你今天不爱抽，你心里是难受是吧？在美国，在欧洲，你们有没有发现它有一个特点？它的受教育程度，女性普遍受教育程度远高于中国，可是它的全职太太的比例也远高于中国。所以做全职太太能不能证明文明的退步？那是因为在北欧，所有的男性的学历是更加远远的高于中国，所以男性赚的钱足以支撑他们自由的选择自己所爱。所以2个点，对方第一要论证，只要转行就是对不起国家；然后第2点，他需要论证，只要女生干了全职太太，社会就退步了。这2点一会儿你们论证一下。我只说一句话，回答一下。我再强调一遍，我们从来不在女性择业上做引导，我方只陈述一个事实：当你做太太的时候，有些钱，它真的浪费了，就这么简单。谢谢。我想要先搞懂最简单的事情。当我们今天说高学历女生做全职太太是浪费嘛，对吗？那你们到底认为什么样的女生可以做全职太太啊？是低学历的吗？是没有念书的吗？不学习的吗？是没有能力的才做全职太太吗？请问，你们不应该跟全职太太道歉吗？如果所有的全职太太都是你们认定没有接受国家栽培的，是不好吃的包子，是不高学历的女人，是没有能力在外面没搞头的，我们才只好待在家里，退而求其次或退而求其100的做全职太太，未免也太看不起全职太太了。我要说，国家栽培人才是为了让我们做有用的人，让我们做有竞争力的位置，让我们这个国家可以更强大，在全世界有立足之地，对吗？所以各位是不是可以认同，能力越强的人应该坐在越难的位置上？所以大家才会说，哎呀，高学历啊，是不是代表你能力这么多，你接受这么多栽培，拥有这么多资源，你怎么会去做全职太太呢？哎，各位，我正想说，因为你受了这么多的训练，你有这么高的能力，你该做更难的事。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全职太太很可能是一个比很多我们认为值得敬佩的企业，或者是工作职场的女性更难的位置呢？如果每个家庭不顾好，我们国家能进步吗？
如果每一个你们认为没有学历或没有能力，最好越笨越好，越不浪费越好的人待在家里，他能培育出好的下一代，让我们未来更有竞争力吗？让我告诉大家，我的母亲、你的母亲很可能都是全职太太。全职太太要干哪些事儿？不但要养小孩、顾老公，而且呢还要煮饭、洗衣，对吗？更难的是，做一个好的全职太太，不是只要做这些活儿。一个全能的全职太太，最重要的是维持家庭的和乐、全家人的和谐，跟一个男人心理的正常跟健康。你们知道一个男人在事业意气风发的时候可以有多骄傲吗？他很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以至于接下来他没有办法预期下一次的跌倒。你们知道一个男人在事业谷底的时候会有多沮丧吗？他很可能会一蹶不振，甚至想不开。也许他就会造成一个家庭的悲剧。一个好的全职太太，在男人在山顶的时候要告诉他，你要小心，不要太得意；在他在谷底的时候要告诉他，我陪着你东山再起。一个好的全职太太，不但要成为男人的心灵支柱，还要成为全家人的粘合剂，对吗？孩子吵架，她要负责排解；孩子跟父亲的关系不好，她要做中间的桥梁。我试问大家，如果在一个企业里面，有一个人，他可以从打扫阿姨一直干到文员，还要操持呢家里面的账，还得要是会计，然后甚至他也是秘书最好的帮助者。接下来他还得要做大小事情在家中的决策，所以他应该也是个总经理的职务。你有听说过打扫阿姨到总经理一手全包的人吗？我要告诉各位，这个职业就叫做全职太太。全职太太太难了，没有能力的人干不了全职太太的。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很多人说，那么寇乃馨，你说的漂亮嘞，你学历也不错，你咋不做全职太太呢？你就叫别人做，你为什么不做呢？我很诚实的说，我不是觉得做全职太太是一个浪费，我觉得做全职太太是我的目标，我还没办法办到，我还得更努力。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黄国伦站在台上领某一个辉煌的奖的时候，大家给他鼓掌的时候，我可以云淡风轻地笑着说 ，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my husband Vince Huang。这是我的丈夫黄国伦，那是我的人生愿景。但我认为站在背后的推手更需要技术，要成就一个成功的男人或一个家庭，更需要能力跟智慧。一个好的女人愿意做全职太太，一个有智慧的高学历女人愿意做全职太太，她可以让每个家庭更加的美好。我们都不用谈什么伦理学、情感学，只要每个家庭都幸福，社会就不会有案件，国家就不会崩盘。所以全职太太必须有能力的人才能干。好，谢谢。最后，李佳瑞小姐。我先根据刚刚乃馨姐讲，她说当她的这个老公事业走入低潮的时候，我们会安慰她，对。可是我讲的是说，这是一个老师的职业病，你知道吗？他一定会站起来走到与其我在家里两个人哭，两个人得忧郁症安慰她 ，Come on。徐老师高学历，我出去工作就好了嘛，我来赚啊！为什么我要在家里安慰他？我觉得我们要面对现实，处理问题，我就出去了，我不需要在家里。这个时候，因为我高学历，我可以帮助我先生 ，Why not？ 然后我觉得女人要做自己。我觉得我们不能放弃一切，而且不管任何学历，我现在讲无学历好了。我们家附近一个市集，一个菜市场，每天门口一个阿婆在卖菜，她没有念过书。她结了婚，也有家庭，也有小孩，也有孙子，但她每天就是要出来工作，因为她说那是她热爱的。然后讲一个低学历好了，我住的那个大楼管理员是个女的，她也是60几岁了，也有孙子孙女，她只有小学毕业，也不是什么字。那我说你为什么出来？她说我就要出来，我要找到我自我的价值啊，她都懂。那我说中学历好了，一个高职生，我的化妆师小曹，你说怎么样？她学化妆。他也可以待在家里，可是他说不要，我要出来。他说我要做个造型师、化妆师，我要帮你化妆，那是他自己的价值所在。那讲高学历好了，你想 Amazon、FB 他们的 CEO 这些女人，一天可以赚20万、40万、50万人民币，她为什么待在家里？你觉得他们把家治好吗？他的钱足以请6个保姆、8个司机、5个佣人帮他治理这个家，帮他照顾先生，帮他照顾小孩，帮他照顾一切。他是有这么大的社会责任。他为什么要待在家里？那真的就是浪费，而且他辜负了整个社会公司对他的期待。OK， 那最后我要说的是，全职太太的定义是什么？她是一个大管家。其实刚乃馨已经讲了，我觉得她要侍奉公婆，她要打扫、补习，
照顾孩子，还要教导孩子才艺，每天要接送。如果我生了2、3个小孩，我还要做这全部的事情。我要帮小孩辅导作业，帮他洗衣服、烫衣服等等。可是如果今天是高学历，你觉得我做得来吗？当然做不来，因为我当时不是学这个的，我要从头学起。我可以学吗？当然可以。可是我最后会搞得焦头烂额，我每天心情很糟，看到公公婆婆，我可能会愤怒、会发怒，得罪了公公婆婆，然后弄成一个黄脸婆，等先生回来。他在公司看到这么多漂亮的女孩子，然后呢，回来再看到我，他只想跟我吵架，只想躲着我。可是我就觉得说，老公你陪陪我，陪陪我吧。他根本不想理我，对于我是不是一个浪费？当然是。所以，女人不要小看自己浪费人生 ，OK？ 谢谢。谢谢。到你。我要讲，就是其实高学历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有点误解。我们觉得高学历是一碗水嘛，就是我水滴石穿，我念了很多年书，最后攒了这一碗水。这碗水我没有泼向那块菜地，我就浪费了嘛。其实我觉得高学历是帮你打了一个碗呐。高学历其实培养的是一种你学习的能力，一种终身要学习的一种精神。这个碗至于你要来装什么，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有一个话题我特别想谈，不吐不快，就是这边我们有2位台湾的朋友嘛，想跟你谈谈我们大陆女性的一个状况啊。就是我有一个20岁的小女生朋友问我说：“邦尼，你觉得我们中国女性的地位高不高？”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她，因为我们49年之后，我们的这个平权运动把女性抬到一个很高的位置，解放女性出去工作，我们要妇女要顶半边天嘛，就是强行拉到这么高的一个位置，感觉我们地位是高的。但我要想问第2个问题是，我们中国女人累不累呢？其实是非常累的，因为女人出去工作了，但男人并没有回归家庭。我们的这个社会价值观内核还是很保守传统的嘛，我们认为一个女人获得了所谓的幸福就是你的成功。一个男人获得了成功就是幸福嘛，所以说女人，我们的事业女性，如果你还有个家庭的话，其实你就打了2份工。所以现在为什么我们要正视全职太太这份工作这么重要？就是告诉所有丈夫，你的太太其实打了2份工，她还额外做了1份工作，你要尊重，你要感谢。我们只有正视这部分价值的意义，才能呼唤更多的男人愿意回归家庭去做那个全职丈夫嘛。然后最后我想说2句话，就是如果说有人用家庭牺牲、奉献、付出这东西来绑架你，说你一定要去当个全职太太，你不要上当，他在放屁。同样，有人如果跟你说实现自我、独立、自由，用这种价值观来绑架你，让你不能让你去当一个全职太太，他也在放屁。你不要上当，因为没有任何一种主义大过你的生活，没有任何一种价值观能绑架你的自由。你是一个女人，你爱怎么来就怎么来，你怎么舒服怎么活。谢谢。来，笑笑。其实我说真的，我觉得听了这么多，我想说的是，我觉得高知女性当全职太太浪费的不是她的学历，是她的才华。她能读到一个很高的学历，至少说明她不太蠢，她有一些才能，对吧？那所以说，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奇葩说第1季到第2季台上坐的所有的女生，没有正在就是婚姻关系当中没有当全职太太的？很简单，就是因为全职太太会消磨你很多的精力和时间，你没有办法再投身到你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当中去。所以说，真的，我倒希望所有的那些高学历女生全部都各司其职。马薇，你法律系高学历，你就去当你的律师；甜甜，行政管理，你就去做你的行政管理。我本来以为我是一个学双语播音的，我觉得我的学历本来在娱乐圈真的是如鱼得水，结果我一来到奇葩说，我成学历最低的了。我真的觉得，尤其是康永哥刚才多伤人，先问有没有博士，再问有没有硕士，我以为下个要问有没有本科，我手都准备好了，他不问了。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所有的高学历女生，像薇薇、像甜甜，包括像邦尼，她们这些有才华的女生，她们都去当全职太太，我们看不到奇葩说了，我们看不到她们的能言善辩了。所以我觉得高知女生真浪费，别来跟我抢饭吃，烦死了。不仅不当，她们最可恨的是，不仅不当全职太太，她们还搞跨界，气死我！安利啊，不行了，已经。我快憋死了，然后我一定说，我第一呢，我主要反对就是因为你之前怎么样了，所以做什么就是浪费。这观点我特别讨厌，是因为我是新疆人，很多人说，你新疆你怎么不会跳舞？你怎么不去当舞蹈演员？你说你浪费了你多好的基因啊！你们天生就应该这么去做。我说我真跳不好，我一唱歌全部都要死，你知道吗？所以特别抱歉吴莫愁，那个你的歌我给你 rap 一下。我一唱歌大家也全部都要死，我们是一样的。所以因为怎么样就会浪费这个。
概念是有问题的。我一个朋友2个博士学位从美国学回来，现在在北京某个 club 当 DJ 啊，所有人都觉得哇，这也太浪费了，还浪费了美国人民的钱啊。但是无所谓啊。他自己是主动选择的，这件事儿就不能算浪费，而且我们作为外者就更不能说他浪费。最后我再说一下关于高学历的事儿，大家知道高学历博士英文中叫做 PhD。Doctor of Philosophy， 任何专业的博士都是这个，新闻学博士也罢，哲学博士也罢，法学博士也罢，所有博士全部都是哲学博士。什么意思呢？高学历的人，他的学问是相通的。大家不要那么瞧不起高学历的人，大家不要总是觉得高学历就家务活干不好。我们选择这个想干好，无论是全职老公还是全职太太，我们只要愿意，永远不是浪费。非常感谢，谢谢。最后一个机会，最后一个机会，陈明说吧。我是把这个题目再踏踏实实的给他说清楚。艾丽，你是一新疆人，然后今天你不会跳舞，这一点都不浪费。可是你之前花了10年的时间用来学跳舞，跳的还挺不错。但是今后这辈子再也不跳的话，如果是这样，有点浪费。但像金老师这样，那就不一样了。金星老师，而且，听我说完。金老师用了他所有的精力，成为了之前是中国现代舞之父，现在是中国现代舞之母。我跟你讲，在任何情况下，回不来了。不，连不回来了，连不回来了。金老师就是中国现代舞的父母。今天。对吧？听我说完。今天如果金老师今天就站在这里告诉我们各位，我这辈子以后就不会再跳舞了，我发自内心深处的觉得，真的金老师好浪费，因为这个世界再也看不到您那唯一的舞姿了。这马屁，就这个意思。我用我的舞蹈看到了世界以后，我觉得发现做脱口秀上奇葩说比舞蹈更有影响力。最后我要告诉您的是，你们告诉我所有的女人回到家里特别好，我告诉你，人很多时候因为有浪费的资本而高贵。为什么我们说高学历的女生带着高学历回家，我要对她更好一点？就是因为我看到了她竟然把她这么多年的所有的才华都浪费了，为了我才因此而感动，明白这个意思吗？她如果今天回来告诉我，我虽然学了那么多，但是一点都不浪费，我就是想回家做，那才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最大的不道德。我们要看到他浪费了那么多，而且要看到那个浪费的原因是因为我，因为这份爱，我才因此而最大的质疑我的感动和敬意。谢谢。圆回来了。OK， 我觉得要把现场留给我们观众了，你们去做选择。陈明太太，她最后这个精彩的发言。阻碍了你上台的道路啊！那么我们要请我们几位导师来发表他们的看法。吴莫愁，你定了主意了吗？我定了。我选择不浪费。对。原因呢？我觉得全职太太，然后是高学历的女性来去做的话，我觉得她们首先她们的价值观、人生观都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就教自己的孩子，我觉得应该也会比没有知识、没有学历的母亲来的方便得多。就像我身旁，就有一个例子，我觉得我的经纪人他很棒，然后他在管理我的事业的同时呢，他还天天盯着他自己的一个侄女吧，然后我就觉得他很厉害，小朋友学的什么东西，他都马上就能跟进，对。然后我甚至有时候我担心，如果我未来做一个妈妈，可能我的小孩他的题，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讲，我怎么办？你只要保证不吓着他就行。这不能保证啊，得要看我心情。对，反正所以我觉得是不浪费的，对，是有用武之地的。好，谢谢默默，谢谢。金老师，我还是跟一样，我还坚持不浪费。我还讲个例子，这个女人，我认识一个女人，她从小的梦想是当个学校的老师，然后呢，她呢一路在国内学得很好，国内的名牌大学毕业，然后有机会到国外也考了很好的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因为她的教育背景，她同时掌握了4门外语，中文、英文、韩文、日文。一毕业就得到Shiseido 日本最好的公司，在纽约做了高管。这个时候她碰到她先生了，
她先生的教育根本没法跟她比，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小商人。但这女人嫁给他了以后，她就相夫教子了，放弃了高管的工作，她的工作可能是她老公的3、4倍，放弃了。这个时候，这个女孩的妈妈抱怨之极，乃至这几乎母女关系破裂了。我培养你这么多年，拿了这么好的学位，你嫁了一个人，你就不工作了，当太太了。这个女生说：“是的，这是我最想做的事情。”为了这个男人，生了2个儿子，然后在家开始用他所有的知识教育了2个儿子。10多年以后，结果是2个儿子，一个培养到了哈佛医学院，一个培养到了纽约大学商学院。而且在同时，她把她老公那么点的小资本重新整合了一下，变成了一个房地产商。这个是由于她的成功案例在当地引起了很多的重视。然后呢，当她55岁的时候，当地的一个公立学校把她聘为了校长。她突然间在她50岁的时候，又圆了她曾经从小想当教师的梦。但是这么10多年，她的母亲一直没有原谅她，就是觉得她浪费了。但最后，她用她的生活经历告诉了她母亲：“我没有浪费，我实现了我的梦想，只是你要给我时间，我要做我的事情。”这个女人不是别人，就是我姐姐。当时之前我也看她站在我妈妈旁边，也觉得我姐姐浪费了，但现在她觉得我没有浪费。所以这是她的选择，恰恰告诉我，她所有的知识储备全花在点儿上了。她觉得那么一个跨国公司需要我这么一个高级主管吗？但我的家庭，我的未来需要我自己。这个不是自私，而是明白清楚。所以说，我觉得高智商女人做全职太太，她一点儿都没浪费。每一个家庭有这么高的质量的话，咱们别再空着喊的社会和谐，不用了。因为你所传述的全是对的，而且一切决定兴趣在于他选的喜不喜欢。他如果是被动的，那太浪费了；他如果是主动的，一点都不浪费，而且是升值的。我说完了。现在是52比48，康永哥，我继续说好不好？好啊。那我想说，好像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一个教育话题，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的目的是政府对社会和民族的责任，应该找到最聪明、最牛的人去管这件事情。受教育的目的不是这样的，受教育的目的只是对自己的责任，甚至都不是责任，它应该回归到兴趣，或者是一种生活方式。我特别信一句话，叫做什么是你的教育成果？当你完成教育过程，把所学全忘了的时候，剩下的是教育成果。你今天还记得你所学专业教你的那些东西吗？但是你记得很多教育成果。你今天成为你，是那个成果在起作用。那么从这个点上来说，我觉得受教育这件事儿没那么严重，别把它当成你人生的唯一的一个出口和一条路。如果这件事儿没那么严重，你选择的那个专业就更没那么严重。你们都喜欢英国的一个演员叫 Mr. Bean， 据说他是学物理的，但是他是好演员。还有另外一个最近演什么那个什么黑天鹅的那个，好像也是个学什么的啊？对，他们被浪费了吗？我觉得他们进了研究所，我不管他怎么想，对我来说是浪费了。我太喜欢 Mr. Bean 了，所以浪费这件事儿，它有大小尺度的客观标准。小尺度上就是麦当劳吃了一半扔河里是浪费，这张纸我没有正反面打印是浪费。和小尺度上的时间，今天下午我没去成，没赶上我要去的那个事儿，好像我浪费了我的计划。在人生的大尺度上没有浪费这个概念。我们经常会说，我跟那个人谈了3年恋爱，结果他是个王八蛋。回想起来，我人生是浪费的。但你知道那3年
你怎么假设你的人生没有那3年？你怎么假设你的人生不会浪费在另外一个王八蛋身上？你还常说我找了一份烂工作，那是个烂公司。我在那个公司工作了4年，我是浪费了我的4年。你怎么知道？所以在人生尺度上，没有浪费这件事儿。如果人生没有浪费，我们怎么说高学历女生做全职太太是一种浪费呢？在这个尺度上，不是浪费，甚至浪费这2个字无从谈起。我说完了。马东刚才很感人的把整个题目提升到了人生的层次，说人生哪有浪费可言啊？你爱做什么做什么，你爱跟王八蛋谈恋爱谈恋爱，你爱去旅游去旅游，这个说不上浪费，因为可能要到死前才有一本账本拿出来算，不到死前算这个账的话，算不出来的。什么叫浪费啊？这个我同意。可是为什么我的本能上觉得高学历的女生当全职太太是一种浪费呢？我的浪费2个字建立在不是这一方的立论基础，说我们浪费了社会培养他的资源，或者我们浪费了这个学位所带给这个人的专业知识。我的浪费不是建立在这个浪费上。我讲的浪费什么事情呢？我讲的浪费是读到高学历的那个女生浪费了她自己的人生最珍贵的时间。我们过度的美好的描述了高学历这件事情，读到一个高学位是很浪费时间的，哈，很费时，这跑不掉的。所以我刚才问了一下这个，怪不得潇潇跟我不高兴，说我怎么不问本科生？因为我觉得以一个国家的受教育的比例来讲，我认为的高教育呢是到研究所阶段，好，所以不好意思，就是这个来一次，来一次。大学在我看起来是通才教育，所以刚才这边的人所说的大学是盛一个碗也好，是打造一个什么才华或能力，那都不是我想的高学历这件事情。我们现在讲的不是高智商，也不是高才华，我们讲的是高学历，你得拿到那张文凭，那才叫做高学历。所以我调查了一下在座的博士跟硕士们，然后我也做了功课，就是我去查了几个不同领域的人的硕士论文，我现在告诉你们听，你们会吓到，因为你们没有念研究所的很多人会过度浪漫的想象高学历在干什么。好，我告诉你们他们在干什么。我先讲一个简单的，你们大概听得懂的这个论文题目，这是中文系研究所，不是博士哦，是硕士。这个硕士的论文叫做《淮南子中理想帝王之形象》，啊，这是他的硕士论文啊。读过淮南子的举手，我看一下。淮南子中理想帝王之形象，这个我还听得懂，因为我知道淮南子这本书，所以我大概知道。啊，接下来呢，我找了一个是经济学的硕士论文，不是博士哦，只是硕士而已。具生产不确定性与期货避险之货币搜寻模型。啊，这个是经济学的硕士论文。请说中文。哎，我现在讲的就是中文。接下来我找了一个物理学的硕士论文题目：超导铁磁薄膜系统的界面电阻与临近效应。好，最后来个精彩的啊，就是解剖医学的硕士论文，自我吞噬作用、自噬作用参与 Brown Norway 大老鼠暴露于间歇性低氧引发呼吸道过度反应之过程。我们太浪漫了，就是艾丽讲的太浪漫了。艾丽说高学历的知识是相通的，一点都不相通。这4个硕士不知道对方在讲什么事情啊！我才念了4个，你知道有多少学科吗？就是我还没讲到商业管理，我还没有讲到国际贸易，我没有讲到古典音乐，我没有讲的可多了呢。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我跟那个谁，我跟曲家瑞一样，我们学的是艺术硕士，所以我们做的论文不是文字论文，是我们要教作品的。曲家瑞要教绘画吧，要教艺术品，然后我们的要求是要拍3部电影，我才能够毕业，这是我们的论文。所以我们稍微有接近一点真实人生。可是我每次走进电影博士班的时候，我碰到的这些好手穷经的老先生老太太们，他们真的满头白发在念博士，因为他们年纪大了，小孩长大了，他们没有事干，他们很愿意来学一个他们有兴趣的事情。就刚刚马东讲的，有兴趣他就来学了。所以呢，就坐在我对面，然后讲了一大堆电影符号学。
我完全不知道我们两个讲的是同一部电影，我很惊讶，就是他从那个电影里面看到什么，怎么我一样都没有看到啊！全世界的高等教育其实都很越走越专才，那不是通才教育，所以高学历不是给我们拿来玩呢，拿来让我们变得比较会管理家政系统，比较会带孩子，比较会像某某所说的教育小孩。高学历很窄，所以那么窄的时候，你都花了这么多力气写了这个自噬作用参与 Brown Norway 大鼠暴露于间歇性低氧引发呼吸道过度感染的过程了，结果你回去看你孩子都呼吸道感冒的时候，到底引发什么过程啊？这个是两件事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对高学历这3个字，念过的人都知道不是那么回事，而没念过的人会把它太美化。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浪费这2个字的。那我当然同意马东所说的，人生到最后不能够算这本账，没有所谓的浪费可言。可是如果我知道有人花这么多年读了这个学位，然后最后能嫁人的时候，就立刻很高兴的拍拍手说老娘去嫁人了，那我心中浮现2个字就是哎，真浪费。这样。所以我们就最后一次投票吧。浪费摁红键，不浪费摁蓝键，请投票。3、2、1，看看最后结果。正方胜出。高学历女生浪费的是什么？是她曾经在这些学识上面下的苦功。你读了高学历，你只想贡献你自己的家里，可是我想贡献国家，我想贡献社会，为什么你不一开始把这个机会让给我嘞？你要选择在学术的巅峰去开创你选择，别说没浪费，因为这是本场整个奇葩说第2季所产生的最后一个 BB King， 在这之后的节目里面，我们就会进入最后的终极的决赛的 PK 环节了，所以这是最后一个 BB King。而我们的规则是，没有做过 BB King 的人是没有办法进入到最终的决赛的。所以在这3位当中胡天宇、陈明和陈永开当中，请3位导师帮我们写出本场表现最好的 BB King 是谁？写名字。康永哥为什么是他？他有守住阵脚，那他没有跟着对手随便起舞。我觉得我们这个场子里的专业辩手常常有一个倾向，就是他听到对手露出过大的破绽的时候，忍不住要追上去补一刀。见着熟人压不住火。可是其实那一刀是不值得补的，因为现场的人毫无反应，就证明了那个人讲了一段话是白讲的。你不用去一个白讲的话里面再补一刀，所以我觉得守住阵脚是一个很好的示范。金姐为什么是他？没有，确实在2季当中，我看这个人是个辩才，天生就是会讲话的一个人，让我就是很欣赏，很佩服，而且确实刚刚说很稳的一个人。你还没写，我们全场都在等你，在等你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挣点钱了。我们要感谢3个赞助单位，一个是喝了才能愉快聊天的雅哈咖啡，谢谢雅哈咖啡；一个是狂拽炫酷哪儿炸天的东风标致308S，谢谢；还有一吃就变豆的 MM 豆，谢谢 MM 豆，谢谢。好，谢谢完了这3个赞助单位之后，你写出来了吗？你写的是中文吗？是啊。哦，好的。我英文不太好。来，请亮题板。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参与话题互动，和全世界的深井病做朋友。微信添加爱奇艺奇葩说订阅号，每天推送纯干货，喂饱你。强烈建议到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吧写下长篇大论，洋洋洒洒任你喷。解放奇葩就在慢都慢不下来的爱奇艺视频。陈明，好，本场由国际扛饿大品牌古力多燕麦牛奶所送出的10万元扛饿基金，送给陈明，谢谢。谢谢了，谢谢陈明。好扛饿，漂亮。好，请坐，陈明请坐。陈明，你太太出场费也太贵了。好，那个，现在我们要选出真正能进入决赛的2支队伍。 16场奇葩大混战到此全部结束，
马薇薇、颜如晶、陈明并列 BBK 累计榜第1名。现场观众将通过啪啪钮为3人点赞，获得点赞数前2名的奇葩将成为半决赛对阵双方的队长。他们将从德国 BBK 的11名奇葩中各自挑选3位队友，组成2组战队，进入半决赛。那我们就要从3个2次当中来选出2个双方队长，由全场观众来投票，觉得能够当双方队长的按红键，觉得他不能的按蓝键。来，马薇薇请起立，请给马薇薇投票。马薇薇98比2。好，来第2位颜如晶，请起立，请全场观众给颜如晶投票，红蓝键，请选择。5、4、3、2、1，停，57比43。好，陈明请起立。请给陈明投票，开始。5、4、3、2、1。陈明78比22，这样双方队长产生了，他们是马薇薇和陈明。哦，你们是双方队长，你们各选本队的3名队员及持方，进入到最终的决赛当中，所以你们2个人现在是石头剪刀布，来首先决定选择优势，只有1次机会。来，预备，石头剪刀布。马薇薇优势，马薇薇优势，你有2个选择，你是愿意开始选自己的持方，还是愿意开始选队员？队员。你队员持方无所谓，无所谓。持方的选择权就给了陈明，所以在陈明在决赛的时候，可以首先选择我正方还是反方。哇，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哈。所以但是由马薇薇他可以先开始选择队友。啊，马薇薇在所有的 BB King 当中，来 BB King 请起立 ，BB King 们都起来 BB King 请起立。来。在所有的 BB King 当中，马薇薇先选择自己的第1个队友。5、4，选吧。可以选了，第1个。谁？范甜甜。范甜甜。范甜甜战队，陈明选择自己第1位队友。5、4、3、2、1，吴静。好，马薇薇选择自己的第2个队友。5，秋晨。秋晨。陈明选择自己的第2个队友。邦尼。5，潇潇。双方都只有1个名额了，马薇薇选择自己的第我们该讨论一下嘛，是吧？啊要讨论一下嘛。我们要讨论一下。讨论一下。拿 BB King 的人里面呢，基本上表现都很不错，起码在他拿的那一场里面表现是很优秀的，就很难分出好坏来。那我会看什么呢？我会看他们在每一场的第2轮发言到底好不好，因为那轮发言往往是没有经过准备的。我觉得这就是等于是对所有拿过 BB King 的人的一个综合的考量。马薇薇选择自己的第3个队友。姜思达。陈明选择自己的最后1位队友。巴西，邦尼。其实最后这个人真的是非常难选，非常难选。因为当时在我心中，当时我目力所及能看到的每个人身上的那种特点、光环都是不一样的。邦尼。
行的是2队之间的大决赛，但是所有的奇葩都会在场，而且你们将继续有你们的表达空间。谢谢所有站在2排的奇葩，谢谢你们。